爱妃啊，你来的正好。来，这是朕刚刚做的山水图，你看一看，感觉如何？怨气甚重，恨意难消。这是一幅山水图，哪来的怨气与恨意呢？啊？臣妾说的是自己，并非皇上的画作。曼妃，是谁令你这么生气啊？就是皇上您啊！朕是觉得这幅画快画完了，所以呢，一时忽略了你。那这样，朕现在马上回宫摆驾。臣妾并非为此事而生气，臣妾只想知道，为何要把犯了事的春华赐予汪直为对食？这事儿，汪直已经向我禀报始末。春华，你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真的是下咒之人。那汪直来求我，我也就是做个顺水人情。皇上，哎呀，皇上啊，这件事太后已经交由臣妾来审理，现在半途而废，您让臣妾的威仪何在呀？那爱妃这样，如果呢，你能找到确实的证据，朕就依法处置他。但是现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春华是否被人临摹笔迹，那总不能把他长期囚禁在监狱里吧？再说了，前太后葬礼仪式，汪直是有功的，朕已经答应了他，给他记一功。那现在他又来请求朕，朕怎么好意思推却他嘛？原来这件事是汪直请求皇上的，难怪皇上会答应。爱妃啊，你想想，汪直他身为太监，身心已然是不健全了，你一直对他也不薄，我们就把春华赐给他做个伴儿吧。臣妾的确对汪直不薄，希望他真的记得这些。汪长公，帮我通传一下。是。娘娘，汪长公求见。本宫正准备歇息，叫他回去。是。哎，汪长公，给我让开！汪直参见娘娘。大胆，未得本宫同意，竟敢私闯进来！汪直特来负荆请罪。哼，请罪？汪长公不是来向本宫报喜的吗？贵妃娘娘的消息果然灵通。不过，奴才祈求皇上赐春华与奴才为对食，只是想在宫中有那么一个人可以陪奴才终老而已。这样呢，奴才才能够更加专心地伺候皇上与娘娘。宫中宫女何止3000，你偏偏选中了正被本宫审查的邵春华，还说不是与本宫作对。娘娘有所不知，这真的是一个巧合。因为奴才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，空闲的时候只喜欢听几首乐曲。曾经听过春华奏乐，他所弹奏的乐曲正合奴才心意。而且奴才也知道，娘娘一直为了他所犯之事证据不足而烦恼，所以奴才才斗胆向皇上请求。怎知皇上成全了奴才，那就可以一石二鸟了。奴才既可以得到对食，又可以为娘娘减少些烦恼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你分明就是与本宫过不去，还说是为本宫设想。娘娘可能有所不知，昨晚如果奴才迟到一步，春华就已经送命。如果春华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的话，那娘娘又怎么向周太后交代？哦，有这种事？这是他人所为，还是……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娘娘您就不必担心了，一切汪直为您分担便可。汪长公，你所说的话，和你心里想的是否一样，本宫无从得知。不过既然皇上金口已开，本宫要反对也没用。那就祝你和邵春华能够在宫中长相厮守。多谢娘娘祝福。既然春华已与奴才结为对食，奴才就不会让他再给娘娘添麻烦，请娘娘放心。够了，本宫听你说的已经太多了，退下。奴才告退。
直这个人阳奉阴违，娘娘日后要多加小心此人呐。难道本宫还需要你来提醒吗？啊，奴婢该死，奴婢多嘴。夏荷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娘娘。春华，你怎么会成了汪直的对食啊？是皇上下的圣旨。皇上的旨意，一定是汪直搞的鬼。你怎么会招惹上他？其实是他救了我，要不是圣旨到了，我现在早已是一条冤魂了。可是那天在司政处审理的时候，你已经提出了证据，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青姿的生辰八字就是出自你的手笔，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你呢？韩香，你还看不懂吗？有人想让我死，有罪没罪，什么罪名都不重要。我听说汪直那个人奸诈凶残，如果你真的跟他对视，我是怕你逃出了火海，又进了刀山。他告诉我，他请皇上赐我与他做对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救我一命，别无其他。可他为什么会如此厚待你呢？是因为在我进宫之前，曾经救过他。不过当时我年纪太小，已经记不得了。但没想到，他却认出了我。原来是这样。春华，你还是要小心。我听别人说，那些太监虽然不是真正的男人，但是他们很会凌虐别人。更何况，汪直又是西厂的厂工，如果他真的要欺负你，那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现在已经死里逃生了，以后的事情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可惜杨月宫他现在不知去向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你还可以有个人商量一下。我倒不希望他在，希望他远离皇宫，越远越好。为什么？我当了汪直的对视，这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了。如果再看到他，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你试试看，说句话。哎，杨公子，恕在下无能为力了。大夫，你不必内疚。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只是刘大哥实在伤得太重。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手脚能动，已经好很多了。是啊，可惜我们家实在太穷，也不敢奢求大夫继续为我丈夫诊治。我不便再次久留。大夫，这些银两你拿着，我拜托你继续为他看病，日后我还会再给你送钱的。谢谢你啊，杨公子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希望刘大哥能早日康复，治正仇人。即使不能说话，至少他生活能自理，你们两个人负担也会轻一些。杨公子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真是无以为报啊！大嫂，快快请起。谢谢啊！刘大哥，你安心养病吧。大夫，我送你下山吧，我留个地址给你，日后有什么情况的话，你写信给我。好，行。走吧。谢谢啊，谢谢了。慢走，杨公子，走好啊。
李贺，乐工局为何空无一人？快到西厂去吧。西厂？为什么？今天皇上为汪直在西厂设宴，全部乐工都到西厂奏乐去了。我因为腹泻不能同行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肚子疼，你快去吧。杨勇参见厂公。啊，杨勇啊，我正担心你没来，今天的乐曲会失色不少。今日是厂公大喜的日子，杨勇能赶来，真是万分荣幸。好，多谢。厂公夫人到。春华，你今天很美啊！好，杨月公，你快点去奏乐。啊，来这边，春华。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平身，谢皇上。汪直、春华，恭喜你们了。谢皇上。皇上请上座。赐座。谢皇上。今日，朕为汪直和春华设宴，希望众大臣不要拘泥于礼数，高高兴兴的喝汪厂公的喜酒。来，谢皇上。皇上请。皇上请。皇上，奴才敬你一杯。好。谢皇上。春华，
别紧张，我只是想要过来告诉你，以后你就住在这儿，我住对面，很近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过来找我。这里是西厂，很多的禁卫进出，所以就不方便让宫女来伺候。刚才那2个小太监福儿、小康会在住处内听候你差遣。你就和日常一样，回月宫局办事，和往日没有分别的。谢谢。打扰你了。娘娘，春华到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春华。汪直没有对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他很守诺言，而且安排我住在另外一间房，那就好了。既然他没有对你无礼，怎么你的脸色这么难看啊？杨月宫回来了，他还在席宴上演奏呢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什么时候回来不好，偏偏这个时候。我身为一个宫女，心里知道要跟他在一起是不可能的。可我一见到他，才明白什么叫桃花依旧，人事全非。更明白了当日皇上册封你为妃嫔时，你看到他那种锥心之痛的感觉。你别多想。汪直不是答应过你吗？等事情平息之后，他会向皇上提出不再跟你对食吗？那又怎么样呢？现在全宫中，有谁不知道我是汪长宫的对食？这是不能改变的。春华，我答应过我娘亲，不管遇到多么艰难的处境，多么违心的事情，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一次的存活，却是这样的难堪。你别想太多了，你为人呢这么好，老天爷一定会看到，一定会给你留条路的。你放心吧，我没事，我还得去乐谱房编曲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你怎么会做了汪直的对食？我已经知道了原委。我恨的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，忧的是我怕他会对你不利。这就是我的命，你不用替我难过，也不用为我担心。他汪直是什么样的人？西厂又是什么样的地方？你待在西厂陪着汪直这样的人，你让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其实我与汪直原来就是旧识，只是他认出了我，我却不知道。这次他请皇上赐我给他当对食，全是为了救我一命，别无其他。是吗？你们是怎么相识的？说来话长，在我未进宫之时，曾经救过路边的一名乞丐，原来就是他
只是我根本不知道。还记得上次我被诬陷令刘妃小产一事，原本已被打入西厂大牢，我想我肯定必死无疑。没想到我却被放了出来。我一直想不通原委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个时候他早已认出了我，所以放了我一条生路。竟然有这样的事！我小时候救助乞丐之事，应该没有别人知道。汪直能说出这一切，定是他亲身经历。那即便如此，汪直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还是要小心为上。我能怎么小心？我只是一名宫女，这一生一世都不可能离开这里。倒是你，不要再守着一些没有希望的事情，赶快离开这里，为自己打算吧。对了，我上次借你的那本古乐谱，你看完之后就放在这儿吧。我先走了。少长院，杨月宫。是，长公。来人，快点！长公，长公，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这要夫人拿的吗？帮她拿。啊，是。你进去收拾好，是，整理好。哎呀，这些事情你让他们做就好了，哪让你自己做啊？没关系，我不习惯让人伺候。哦，好，那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啊，早饭准备好了。嗯。来。请。请。谢长公。
最舒服、最开心的。长公在宫中多年，权倾朝野，山珍海味吃得多了，这顿饭怎么会是吃得最开心的呢？当然是我最开心的，因为我进宫的时候还很小，很多事情都要我去做，根本忙不过来，所以就吃不好。后来呢，当我有了些权势以后，不是我一个人独酌，就是跟一群尔虞我诈的人吃饭，你说说，我怎么会吃得开心呢？我说春华，你以后每天都陪我吃早饭好吗？无所谓，如果你觉得不想跟我同桌吃饭，没关系。啊，不是，春华以后每天陪同就是了。好。做得好，谢娘娘赞赏。其他乐工可以先行离去。少长乐，请你留步，本宫有话要跟你说。是。真是想不到，少长乐还有机会在这儿被本宫演奏。奴婢确实没有做诅咒贤妃一事。在宫中，不一定是有罪的人才会死，没罪的人可能会死得更容易些。少长乐，你这次能够死里逃生，希望你会学得聪明一点。奴婢自知愚昧，所以只想以琴器在宫中立足，并无其他非分之想，希望娘娘明察。本宫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但现在看来，你真是愚不可及。否则，你在宫中怎么会有这么多仇人呢？在你有难之时，想你生的人少，但想你死的人却这么多。这次汪直不顾开罪那么多人，而保你一命，希望你从此能好好的当他的对视，别再多管闲事，这样你的命可能会长一点。奴婢知道。你要记住，汪直并不是一块永久的免死金牌，他救得了你一次，绝救不了你第二次。奴婢知道。退下。是。长公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走吧。嗯。
谈的也是这首。难道他？杨勇，长工让你有时到西厂奏乐，你能来吗？我能去。好，那到时候一定来啊。是。长工，杨勇来了，叫他进来。是。杨勇，请。杨勇参见长工。你来的正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都是乐工局的人，也不用我多介绍了，啊。我呢，想你给我和夫人演奏一曲。是。你俩果然有情啊！王直，别动怒，别动气，撕破了脸，春华一定躲我躲得更远。她既是宫女，也已是我的对视。就算她对杨勇真的有情，她也不能跟他走。我暂且装作不知情，日后用真情打动她。要他心甘情愿一生一世留在宫中陪我。谢长工。对了，春华那丫头给汪直当了对食之后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春华也算是口密的人，听说在乐工局中并未对人提及半句。西厂大牢出来，能有几个人活着呀？汪直又不是省油的灯。哎呀，真是苦了春华那丫头了。诅咒贤妃一事被汪直求皇上下了一道圣旨，不了了之，太后就这样白白的放过春华啦？你以为这件事还真是春华做的呀？难道另有其人？到底是谁下的咒，哀家不好说。可要真说是那个邵春华，还真有不少疑点。那真正的犯人还没抓到？你以为每次犯人犯案都能被抓到啊？哎呀，在宫中这么多年了，这点还不知道，真是愚昧。哎呀，你看，这宫中不知道有多少暗计害人之徒啊！皇妃一个一个的小产，再这样下去，哀家是很难抱到孙子了。太后不必担心，皇上乃天命所归，一定有神明庇佑，早晚会得子嗣。启禀太后，兴华寺方丈有信给太后。太后，哀家捐赠的观音金身完成了，方丈要哀家去参加开光。奴婢刚刚提到神明庇佑，太后就收到方丈的书函，可能太后要多走一趟，以示诚心，方能得到观音送子。
哦，那还不快去呀！传令下去，初一就去新华寺。是，奴婢这就去打点。哎，众妃之中，应该算是百妃最为柔弱了。小产之后一直都没有恢复，还不如叫她同去，让神明保佑她身体健康，再得龙翼。好了，快去传吧。是，太好。什么？娘娘要我陪你去新华寺？太后她同意了吗？太后没有异议，我想她是答应了。春华，你就陪娘娘一起去吧，有你在身边啊，娘娘会高兴点儿。你不是想要留在汪直身边照顾他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明明就知道，我只是寄住在那里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我是怕周太后觉得你跟我走太近，对你会有不好的印象。那我也不要去好了，反正我也无所谓。好啦，奴婢陪你去就是了。中国，二少爷，这些天你总是这么晚回来，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去睡吧。哎，中午啊，有人送来了一封信，你瞧瞧。杨公子，自你别后，在下继续在为刘永施针疗伤。今日他竟真的可以说话了，他想见杨公子一面，请即到窝头山一聚。主伯，我出去一趟，您先睡吧，不用等我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哎呀，这这么晚了，他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！大夫，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害了你们？